熊灵力惊奇道：灵娥，你稀罕我表兄啊！灵娥顿时脸蛋更红了，禁不住以手遮面。九九顿时乐不可支，正盘坐的他板着脚丫一阵大笑，差点就重心失衡翻了过去。姜思尔却是抿嘴轻笑，心底落下了一块大石。两情相悦就更好办了。为了防止龙族极个别的风气影响到自家的仪仪，他这次下了血本，小小的帮这位长寿兄一把，让他能够轻而易举地抱得美人归。于是姜思儿在灵儿的耳旁轻声道了几句，嘀嘀咕咕，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灵娥先是愣了一下，随后问道：当真？自然，我怎会骗姐姐？这可是我们一族难得一见的宝物呢。姜思儿柔声笑着，在手镯上取出了一只锦盒，递给了灵娥。此物当作是给姐姐的见面礼了。灵娥忙道：这太贵重了，你我初次相见，不可这般。姐姐，你当真要体谅下妹妹这番心意。姜思儿叹声道：我与乙婚事初定，我只是鲛人族排不上名号的公主，乙却是龙族族长之子。乙心中最为信赖的，也曾叮嘱我让我备一份厚礼。我左思右想，也只有这般礼物对人教道成来说应景且算别致。姐姐若不收，我便在此地砸了它，回去对乙请罪便是。灵娥轻轻眨了眨眼，忙道：莫要如此，我收就是了。多谢妹妹。与此同时，某个正用神念两边看戏的海神教大教主对自己的二教主神念传声：你道侣心思细腻，也挺有主意的，若你有事拿不准，可以跟他商量商量。哦，敖乙用神念忙问：兄长何来此说？你今后问一问就知道了。我听他们在屋内说话，突然有所感慨罢了。敖乙顿时有些疑惑不解，李长寿道了一句：继续看戏。敖乙也并未多说。此刻那龙族来的高手已经落在了海神庙前院中，不断的来回踱步，尚未有其他动作。但是李长寿觉得此龙应该是在等凡人涌到此地，等龙族驻扎在南海海神的高手注意到他。李长寿稍作思索，将心神大半落在安水城，暂时不去多管草屋那边，启动指道人在地下静静地潜伏着，并对城中的24名熊寨神使组成的熊之队传声，让他们立刻赶来此地。不管这个不速之客如何出招，李长寿都已经做好了应对，随时可以化被动为主动。敖乙此时就在自己身旁，而且通过敖乙转述，四海龙王与龙族那些真正强横的老龙都已经提前知晓了西方教的算计，甚至李长寿此时已经写好了给玉帝陛下的奏表，言说接下来南海海神教与龙族故意闹掰，是逢场作戏。但是李长寿依然觉得有些不太稳妥，担心自己有思虑不周之处。洪荒之中，任何敌人都不能小觑，更何况西方教一门双圣，做事本来就不择手段。李长寿一刻不停地注视着这一条化形之后是中年男人模样的龙族，目中划过了少许锐芒，心底浮现出了数十条密密麻麻的故事线，心中想着：道友你自己选吧，是被杨辉呢，还是被打一顿呢？全看道友怎么选了。小琼峰湖边草屋中，姜思儿已经是将那锦盒给打开了，四个人或站或坐，都围了过来。锦盒之中有一颗眼泪形状的浅蓝宝珠，其上流光溢彩，有一缕玄妙道韵萦绕。若盯着它看一阵儿，心底就会出现一缕凄婉动听的吟唱声，如怨如诉，
如泣如慕。姜思儿轻声介绍着：此宝珠名为前世泪，我们鲛人族有一则古训，此生只能与一人相爱相守，这般前世泪便是心有所属却无法与爱侣厮守的族人孤身终老，在寿元耗尽之前，自己的鲛珠便化作这一颗前世泪，赠与其他族人，以免再有遗憾。只要心底念着自己心爱之人，前世泪记下了此人，他心底便会对你动一分情念。熊灵力赞叹道：哇，还有这么邪乎的东西呢！九九嬉笑着点评道：若是天仙的话，单相思10万年，这怨念足可感动天道了。熊灵力又忍不住嘀咕：可这不就成了用强吗？两情相悦才是最重要的。姜思儿眨眨眼：怎么我们这一族美丽的故事到了这2位口中就这般不堪了？灵儿沉吟几声，小声道：师兄心底应是有我的，这宝珠对我应该无甚大用，只是稳妥起见，我用一下也无妨。思儿妹妹，此物当真只是让师兄心底有我吗？自然。姜思儿笑道：百试百灵也不会有其他效果的。灵儿继续沉吟，目中带着几分犹豫，还是道：我虽信得过妹妹，但此物却关系到我师兄，而我也想用。思儿妹妹，我有个不情之请，可否请你立下一道大道誓言，保证你刚才所说属实，而此物便是你所说的前世泪。姜思儿愣了一下：神族都这么严谨的吗？姜思儿忙道：自然，我这就立大道誓言。还请稍等。灵儿不好意思的一笑：我先将誓言内容做好，写在一张纸上，由妹妹来读吧，如此妹妹也可省心些。姜思儿顿时一顿眨眼，心觉这可能是人族的规矩，便点头答应了下来。从大海中长大的他当真是有些懵懵然。很快姜思儿念了感念明示咒，诵了大道誓言，小琼峰上空响起了闷雷之声。誓言中，若他刚才有半句虚言，此物若对长寿兄长有半分动情之外的危害，就会有一道小小的雷霆轻轻劈落。这主要是用以辨明他话的真伪，而非借大道誓言惩戒。虽然姜思儿的心底坦荡荡，确实没有说谎，但是刚刚还真就莫名的有些心虚了。还好誓言之后并无异状，灵和总算是信了姜思儿的话，将那前世泪宝珠拿在手中，仔细的端详。旁边3个人都聚精会神的看着。要不还是算了吧。姜思儿九九兄灵力齐齐被晃了个踉跄，九九故意吓他：灵儿你用不用？你不用，我拿来用了。用当真怕被师兄臭骂一顿。灵儿咬下了嘴唇，闭上双眼，捧着前世泪，心底开始想着师兄与自己相处的一点一滴。渐渐的，手中前世泪中升起了袅袅烟雾，其内凝成了李长寿的身形。九九在旁边奇怪道：灵儿，这是小长寿？虽然鼻子还是那个鼻子，眼还是那个眼，为什么总觉得这像是2个人？哎，这里面的小长寿明显要好看很多嘛。姜思儿轻笑道：这是灵儿姐姐对长寿兄长的印象。九九顿时明白了，而知道正确答案的灵儿自然不可能直接说自家师兄平日里有一层普通色的伪装。灵儿低声问：接下来如何做？他话音刚落，前世泪化作了一股水流，这水流飞出草屋，直接消失不见了。
4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有些不明所以。姜思儿忙道：这就成了。稍后灵儿姐姐与长寿兄长只需见一面，就能看到发生了何事。这么神奇。九九在旁边轻声赞叹，林和也不免有一些小小的期待。正此时，李长寿的心底泛起了少许的异样之感。这种感觉就像是此前月老用相思树对我的姻缘泥人出手时那般，心底浮想联翩。但这次出现的人影都是我最熟悉的师妹小灵娥。月老老铁在线搞事。李长寿分出了少许心神，略微分析了一下自己先时此前捕捉到的讯息。鲛人族传说，前世泪，小灵娥。李长寿顿时有些哭笑不得，这不浪费吗？这是有这好东西给师父或者师祖留着，为师父促成一段姻缘，让师祖搞定忘情上人，那岂不是美事一件？哎，李长寿暗自摇头，一直躲藏在地下室中的本体也取出了一幅画轴，这是他白眉老了图系列最新作《钢铁老妪》。然而李长寿刚准备认真观摩仔细学习，心底那一份刚刚出现的骚动突然消逝，让他都有些措手不及。什么情况？鲛人族这么不靠谱？这种前世类还有假冒伪劣？莫不是凝出这一滴前世类的那位鲛人生前其实有别人不知道的故事，为了自己身后名声故意立了个牌坊？哎，没兴趣，无聊。李长寿暗道无趣，分了一缕心神，准备随时应战前世类。他大半的心神此刻都落在了安水城海神庙处，既掌控了3只指导人，还维持着神念与敖乙随时交流，双线多点同时操作，这已经成基本操作了。对于灵娥这一次的做法，李长寿并不会罚他，灵娥只是想表达他的心意罢了。自己此时虽然不愿领，但也不必让他太过失落，他也是有良心的。相反呢，师妹最先考虑的不是他自己心意能否顺利表达，而是挂念他这个师兄的安危，让姜思儿立下大道誓言自证。李长寿对此还是有些小小的感动的。罢了，为了灵娥好，稍后还是让他抄个稳字经3000遍吧。然而李长寿所不知的是，就在片刻之前，灵娥用了前世泪，那一缕流光消失之后，径直出现在了月老殿中，化作了一缕水流般的流光，缠绕在了月老的手腕上。正在捏姻缘泥人的月老动作一顿，还以为是天道老爷给活了，但是仔细的感应便有所明悟。原来是有人用了鲛人族的前世泪，这是姻缘规则中一点小小的契约，用了前世泪，自己就要按照前世泪中的讯息促成一段姻缘。这虽然非天赐姻缘，但也是天道许可之事，月老通常都会帮忙搭线。让贫道看看，这次是鲛人族的谁？目标是渡仙门弟子李。长寿小友。月老眉头一皱，随即冷哼一声，将手中那一股水流直接捏碎了，还扫了扫衣袖。这种事情还算计到了长寿小友身上，当真是好大的胆子。贫道答应过长寿小友不干扰他的姻缘，岂能随便助你？月老摇摇头，继续捏弄面前的姻缘泥人，想从姻缘方面对李长寿小友动手动脚，也要问过他这位天庭正神才行。几乎那水流被月老捏碎的瞬间，湖边草屋中正取笑灵娥的九九花语一顿，原本也是觉得心安的姜思儿杏眼瞪圆，一旁的熊灵丽可爱的脑袋歪了一下。那只打开的锦盒中，一缕缕流光环绕，
又凝成了那只泪滴状的前石泪。不仅如此，前石泪上还飞出了一缕虚影，像是硬塞回了灵娥的心底。姜思儿失声道：退回来了？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灵娥顿时一声苦笑，抬手揉了揉额头，有些欲哭无泪。完了，师兄肯定知道了此事，用了什么法子给破了。等姜思儿走了，我的文字经估计有的抄了。草屋中顿时一阵安静。姜思儿抬手扶着额头，已经开始怀疑并不算漫长的余生了。然而李长寿虽然用仙石记下了这一幕，此刻却并未来得及分心关注，只因安水城海神庙大殿前那条龙故作犹豫，徘徊了许久，似乎才下定决心，踏步走向了殿门。这边才是正事。教主，我们是不是有所误会？他可能并非西面派来。义兄，你也是一个成熟的龙子了，不要被他这般作态给骗了。主神庙的神像当中，海神教大小教主用神念交流了一阵，突然同时意识到，他们完全可以在丹房中直接对话呀，不用耗费心神用神念沟通，还相对较为安全。敖乙见那位中年男龙在大殿之前徘徊许久，此刻也是有些担心，是不是有所误会了。李长寿简单的解释两句，此人看似是犹犹豫豫，但是一直保持激情，不断观察神像这边，目光也不曾动摇，这证明他对接下来要做什么早有安排。你看，他此前一直在犹豫，为何迈不上阶梯时脚下却如生风一般。敖乙仔细一瞧，禁不住点点头，惭愧道：还是教主观察的细致。那教主，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